在自然界中，豹子是唯一一个又能优雅漫步，又能长途奔波，还能突然爆发的一种动物。那如果把这3种灵魂注入到一台车上，它们会什么样呢？哎，等等，我知道你们想看它，但咱们先来这个，这个也是你们能最快接触到的车型——方程 SL。那这次方程 S 是一口气带来了3款车型，有我们今天看到的方程 SL， 另外还有方程 S 跟方程 S GT。怎么理解啊？就之前大家都称它们为美9、美7，那这台车就是美9，这是旗舰车型，所以说能够从它身上看到那种比较优雅的姿态。他们说整个的设计师贯穿了一个语言叫生命金属，听起来有点抽象，但是我尝试着理解了一下，就好像是给冰冷的金属、有棱有角的金属汇入了生命一样。那这款车型就是豹子正在优雅踱步的感受。你们很心里的那款车型就是豹子正在扑食，所以你看它整个是那种比较张扬、比较外放的设计。那另外呢，你比如说像是方程 S GT 啊，它们就整个是那种伺机而动的感觉，所以说那款车型它的车身尺寸会比它更小一点、更灵动一点。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整个车它的设计啊，整个车头其实能看到相当的圆润，融入了家族化的设计语言，没有特别明显的棱角。整个还是比较圆润的，这样比较光滑的曲线。它的这个头灯啊，能看得出来，因为毕竟它是一个优雅的车型，所以说它的头灯没有那么的犀利，整个看起来就是那种比较炯炯有神、很灵动的视觉效果。把整个镜头往上拉，这个眼睛是不是有点那个兰博基尼的感觉啊？另外呢，这台车在空气动力学方面其实做了很多的努力，能看到它有很多这种真的风道。你看，整个车头两边是对称的，然后另外来到车侧的话，其实这边也是有给车轮散热的，所以说整个在设计方面啊，包括说驾控方面，我觉得都还是比较值得期待的。其实来到车侧啊，我刚刚定睛一看，我说这个角度看起来是不是有点帕美的那个感觉，比较行政的那种风味，但它会更加的年轻一些。然后另外这个角度非常吸睛的一定是那个轮毂，它是给到了前255后275的鸳鸯胎，所以说在操控的稳定性方面，我给了多1分的保证。另外这个轮毂是可以量产的，所以说这个我很期待啊。整个来到车侧就能看得出来，它是非常的修长，非常的舒展。它的车长是5米，轴距是3米，宽是2米，所以说确实是一款很大、很修长的旗舰轿车。另外这儿大家很喜欢的溜背，并且配到了掀背，所以说等到时候我们把整个车门打开，那种很优雅的姿态，那种比较战斗的姿态，同样可以去感受得到。它的这个门把手，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的。听说啊，他们最开始呢是给到了隐藏式的门把手，但后来考虑到各种各样的原因，现在就是一个这样的形态。其实我觉得整个跟它的这个车身设计还是比较贴合的。我盲猜啊，它一定是有2种开启方式，感应的跟物理手拉的。来到车尾，记不记得咱们之前看到的那款概念车？它整个的车灯也是有这样的设计语言给到的，并且其实你看它们拼接一起就很像是 logo， 有没有？这台车它这个颜色我就相当的喜欢，跟它的匹配度相当之高的。那今天整个透露的信息相当之少，但是我们可以猜，对不对？首先，纯电车型肯定是有前备箱的啊，给到了一个大的前备箱。另外，纯电车型第2道刀片池这么的火热，肯定是有给到刀片电池的。续航的话，得有短续航，大家需要；还得有长续航，大家更需要。所以我盲猜它的纯电续航应该得简简单单破个1000吧。另外，头顶有犄角，天神之眼 B 的解决方案。那看它整个的姿态这么的低，悬架方面一定是有点东西的。云茧 M 怎么样？磁流变悬架，更快、更顺、更安心，这才配旗舰的车型吗？那你们觉得我猜的对吗？评论区告诉我吧。接下来我们就来今天的主题了，也是你们最期待的 Formula X。接下来就来到了这款车型，真的非常的帅。其实我们之前在北京车展的时候应该见过这款车型，但当时的那个概念车比它要更加的短促一些。我觉得这款车还是在有限的车身尺寸尽量的做的修长，能看到前期舱盖其实它整个我觉得做的更加的低趴，更加的下压了。所以说把这2边的隆起就突出的非常的明显。
整个看起来就是相当的战斗，相当的科技。那这款车目前它是给到了一个全碳的车身啊，据说量产车还原度会达到80%，立个 flag， 如果真的能的话，我直接就是购买，直接下单。这款车呢，它整个在空气动力学方面也做了相当多的努力，是有19处风道跟6处贯穿式的风道，所以说能看到啊，整个你看前边这些都是真风道，包括说车灯这儿也都是真的。整个来到车侧的话，就能看到它还是这种修长拉长的感觉。其实对于跑车来说，修长这个词儿不太合适，但它确实做到这种宽肩、窄腰、肥臀的效果。所以说这个角度看它是最性感的。然后另外就这儿给到了情绪价值，它这个 logo 是可以发光的，配合整个尾部也是给到了主动升降尾翼的。另外你看啊，整个它的这个跟 logo 形态非常相近的这个尾灯变得更加的犀利了，有那个伺机而动的感觉。那这款车在设计语言上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豹子正在扑食的那种感觉，所以说它是非常战斗、非常张扬的。另外看一下车内。这个内饰你们给打几分？能看得到整个是这种蓝色跟绿色的相拼接的，看起来还是非常运动、非常战斗的。那它整个内饰给到了大量的碳纤维，所以这款车型其实比我们之前看到的概念车在轻量化的处理要更加的极致。能看到其实整个内饰还是有很多调动情绪的设计，比如像车门这边给到了金属跟麂皮这样的相去间隔的，我觉得为它的运动也加了不少的分。那目前能看到是给到了6点式的安全带，并且座椅是拼色的。这个是不是有法拉利那个味儿了？具体哪款车型，大家可以在评论区底下留言。方向盘很像是 F1 的那个感觉啊，如果要是最终能量产的话，我估摸着应该也是比较接近 F1 的能上路的量产车了。整个内饰能看到，就这边的设计，这种环形的设计依然是倾向于驾驶员取悦驾驶员的。目前了解到的信息比较有限啊。你们知道我在他身边就很喜欢他，但是不能摸，也不能坐进去的感觉嘛，就是心痒痒的。所以大家点赞关注，咱们努力挣钱，到时候直接提一辆回家，我至少开起来，狠狠的开。其实今天不太想下班，因为今天就没有摸到它，没有感受到它。好吧，就这样，下班。